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中國的歷史好像被人下了一個循環咒語？太上老君，急急如來臨，你嘛理我，我嘛理你，你嘛丟我，我嘛丟你，你丟我，但我也丟你。統一、分裂，再統一，再分裂。漢唐的輝煌，宋朝的掙扎，明清的興衰，每次都像過山車一樣跌宕反覆。甚至有人說，崖山之後無中國，宋朝一亡，中國就再也沒有真正的漢人王朝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為什麼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總是逃不出王朝更替的宿命呢？而到了今天，兩岸關係是不是這個歷史輪迴的延續？歡迎收看小雪的頻道。真正的工業革命是從宋朝開始的。宋朝的時候，鋁鐵的產量11噸，每年11噸，這個產量相當於18世紀整個歐洲，包括俄羅斯這個總產量。也就是過了700-800年，歐洲才達到這個鐵的產量。然後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：如果南宋能活到工業革命，也許今天不是歐洲人讓全世界學英語，而是他們要學中文。聽上去有點荒誕，但這背後其實是一個關乎文明成敗的深刻命題。1949年，國共內戰結束，毛澤東站上天安門城樓，蔣介石撤往台灣。很多人以為戰爭結束了，其實並沒有。對於毛澤東來說，台灣只是最後一塊尚未完成統一的土地；對於蔣介石來說，台灣只是暫時落腳的地方。他的目標依然是反攻大陸。雙方都認為自己才代表中國，他們都在等待下一場決戰。但誰也沒想到，1年後歷史突然拐了一個彎。1950年，朝鮮戰爭爆發，美國第7艦隊進入台灣海峽。從這一刻開始，原本幾個月就可能決定的命運，變成了70多年的分離。而當歷史走到這裡，一個更古老的問題也再次浮現出來：為什麼中國歷史總是在統一與分裂之間反覆循環？我們先從歷史輪迴的宿命開始說。中國人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。但問題是，相似到讓人懷疑，我們是不是一直被困在一個歷史循環的迷宮裡？漢唐的盛世，疆域遼闊，經濟繁榮，文化領先；宋代的挫敗，商業高度發達，卻軍力薄弱。最後在崖山海戰全軍覆沒。元清的征服，兩個外來少數民族靠武力統一，卻在文化上被漢化。明朝的短暫反攻，恢復漢人政權，但依舊沒能逃出中央集權到腐敗到農民起義，再到改朝換代的死循環。於是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說法，就像一根刺，一直扎在中國人的心口。有趣的是，這種宿命感不僅存在於學者的討論裡，也滲透到普通人的語言中。改朝換代成日常詞彙，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幾乎成了社會共識。有人提出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說法，這一個歷史的黑洞。1279年，南宋最後的抵抗在崖山海戰結束，10萬宋軍，無數百姓跳海殉國，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元朝時代。有人說，這就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，因為崖山之後再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漢人政權。元朝是蒙古人，新朝是滿洲人，就連明朝雖然是漢人政權，但也在高度專制和內鬥中也把自己拖垮了。那麼為什麼會這樣？一種解釋是地理和制度的陷阱。中國幅員遼闊，統一的成本極高，為了防止分裂，歷代王朝都必須建立高度集權的制度。結果是一旦集權過度，社會活力就被壓制，等矛盾爆發，中央政府一倒下，全國都會陷入大亂。這就好比一個人長期壓抑情緒，最後一旦爆發，就是徹底的崩溃。如果把鏡頭拉遠，你會發現一個奇妙現象：1279年，南宋失去大陸，退守海疆，最終崖山覆滅。1949年，國民政府失去大陸，退守台灣，隔海相望。兩個時代相隔670年，卻有着驚人的相似，都是偏安一隅，都是等待機會，都是相信有朝一日能夠重返故土。歷史真的在重複嗎？還是我們只是看到了相似的影子？很多人會問，中華民族既然聰明勤奮，為什麼總是陷入輪迴？我覺得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
地理的困境。中國是一个典型的大陸國家，農耕文明決定了人們依賴土地，不像西方海洋文明那樣容易形成冒險精神和分散的權力格局，結果就是中央集權必然壓過地方自治。第二，制度的困境。中國歷史上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，比如歐洲有貴族議會、教會、城市自治，哪怕國王再強，也必須和社會力量博弈，而中國的皇權幾乎無限大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一旦皇帝昏庸，整個國家都會跟着沉淪。第三，文化的困境。有學者認為，儒家文化過度強調穩定，可能影響制度創新。當穩定成為最高價值時，制度和社會就會變得僵硬，久而久之，一旦外部衝擊到來，就很難自我調整。讓我們把視角轉到地球的另一邊，不妨對比一下西方古文明。古希臘的城邦雖然小，但因為海洋交通發達，各城邦互相競爭，孕育了民主和哲學。羅馬帝國雖然滅亡了，但它的法律、基督教城市制度卻流傳下來，成為歐洲文明的根基。到了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，歐洲的制度和文化積累突然爆發，而中國呢，從宋朝之後就失去了這個窗口期。每一次王朝輪迴，都把文明成果壓碎，不得不重新打包。你可以說，這就是中國和歐洲的歷史差速。當別人走上了制度進化的路，中國還在做改朝換代的循環。這裡我們就要提一個問題：西方為何打破了歷史輪迴？古希臘、古羅馬其實和中國很像，同樣輝煌燦爛，同樣分分合合，最後羅馬帝國也崩潰了。可為什麼到了中世紀之後，歐洲沒有像中國一樣陷入永恆的王朝循環，反而走向了另一條路？關鍵在於兩個字：分裂。中國人害怕分裂，而統一一直滲透到中國人的血液裡。但歐洲的分裂卻激發了競爭與創新。意大利有文藝復興，荷蘭搞出了現代金融，英國掀起了工業革命，而中國的統一在很多時候變成了高度集權，導致社會缺乏創新空間。換句話說，中國的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，像是一個死循環。而歐洲的長期分裂卻意外地走出了現代文明的直線。如果歷史可以改寫，假設南宋沒有滅亡，而是挺過了蒙古的鐵蹄，甚至延續到工業革命，今天的世界會不會完全不同？講完宏大的歷史，我們得落回到現實。今天的兩岸關係是不是歷史宿命的延續？今天的兩岸其實和古代最大的不同在於，南北朝時代普通百姓很難跨越邊界，但今天中國大陸遊客來台灣，台灣青年到大陸工作，兩岸婚姻、網絡交流，共同語言、共同文化依然存在。這意味着，兩岸問題雖然像歷史問題，卻已經不是古代問題。它面對的是一個從未出現過的新局面。兩個高度現代化社會如何處理彼此關係？這一點歷史從來沒有給過答案。我們先想一想，古代的中國，南北對峙過，東西對立過，少數民族與漢人之間衝突過。今天的兩岸關係，某種程度上就是這個分裂到統一循環的現代版本。大陸強調統一是大勢所趨，台灣很多人卻覺得分裂已成現實。聽上去是不是很像古代歷史裡的南北朝或者五代十國？但問題來了，我們會不會又一次走向歷史的老路？那麼統一意味着什麼？分裂又意味着什麼呢？如果未來統一，有3個需要解決的挑戰。挑戰1：制度整合。大陸是高度集中體制，台灣是民主選舉，兩者如何磨合？挑戰2：文化心理。台灣人習慣了地方認同，大陸人更強調大一統，這會不會產生摩擦？挑戰3：經濟落差。台灣的產業優勢和大陸的龐大市場怎麼結合？那如果未來長期分裂，可能會像冷戰時期的東西德，各自走不同道路。最後會不會再來一次突如其來的統一呢？也可能像南北朝，持續數百年對峙，甚至形成各自獨立的文明敘事。但也許歷史不會簡單的複製，因為這是21世紀，全球化讓經濟高度交織，社交媒體讓文化隔閡縮小，外部世界的競爭，比如美歐、日本、印度，也讓兩岸不得不面對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新現實。最後再提出一個問題：歷史能不能被改寫呢？中國文明有5000年歷史，聰明、勤奮、勇武，創造了無數輝煌，但為什麼在近代卻頻頻落後？
這是不是注定的？或許並不是。歷史雖然有宿命感，但人類的選擇也能改寫劇本。如果漢唐的自信能傳承到今天，中國也許早就走上了制度創新之路。如果南宋能挺到工業革命，中國也許會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。而如果今天的兩岸能在歷史宿命之外找到新的合作模式，說不定中華文明真的能迎來一個打破輪迴的新時代。所以我們最後要問一個尖銳的問題：兩岸未來究竟會走向統一，還是長期分裂？統一會是一個新的開始，還是一個新的矛盾？分裂會是文明的再次輪迴，還是歷史新的可能？也許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未來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個問題將持續影響未來幾十年，甚至更長的時間。如果你看到這裡，說明你也在認真思考這個問題。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的看法。因為歷史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，它從來不會停留在同一個問題上。當我們回頭看這段歷史時，會發現，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，最終都沒有按照許多人當年的設想繼續發展下去。那些曾經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，後來往往沒有發生，而那些曾經看似不可能的改變，卻悄悄改變了整個時代。當蔣介石在台灣等待反攻大陸的時候，海峽對岸一個全新的時代正在醞釀。而當台灣逐漸走出戰爭陰影的時候，也有人開始思考，除了戰爭與對抗之外，兩岸之間是否還存在另一種可能？歷史的方向似乎正在悄悄發生變化。下一期百年共和夢4，我們將把時間推進到20世紀70年代，認識2位深刻影響兩岸命運的人物：鄧小平與蔣經國，一個推動改革開放，打開了中國大陸通往世界的大門；一個開放兩岸探親，打開了隔絕數十年的海峽通道。他們身處不同的制度、不同的環境，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條與戰爭截然不同的道路。也許回頭來看，真正改變兩岸關係的，並不是炮火與對抗，而是開放與交流。當國門被打開，當海峽重新連接，歷史也開始走向新的篇章。江委員長，您還相信有一天能回去嗎？有些路不一定要走回去。